谁说续集一定会烂尾？时隔5年，犯罪都市2终于强势归来，在韩上映不到3个月，观影人次已突破1300万。要知道，韩国总人口也才5000万人，不仅票房成功问鼎年度冠军宝座，映后口碑更是一路走高，某瓣评分高达7.6分，成为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佳作。话不多说，正片走起。自从制服了东北狠人张千蛋一伙后，井川重案组的东哥每天又开始处理起那些毫无挑战的琐碎案件。这次他遇到一个劫匪劫持了一家便利店，为了解救店里的人质，东哥选择从后门悄悄潜入，可他的身板实在太薄了，一个不小心就碰倒了整个货架。没办法，看来只能正面硬刚了。他好心劝劫匪放下刀以免受伤，可对方根本不听，拿着刀就刺了上去。只见东哥快速转身加一个过肩摔，将劫匪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接着他反手一掰，劫匪的腕骨瞬间折断，立刻丧失了还手能力。看到人质被成功救出去后，东哥还不忘用小刀教训了一下劫匪，扎的劫匪在地上吱哇乱叫。受尽屈辱的他一口咬在东哥手上，这还得了？气得东哥抡起膀子一拳过去，差点让劫匪直接领了盒饭。这里偷偷告诉大家一个表情包的彩蛋，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发送拇指加鲜花，就能解锁一个全新的表情，解锁的表情在最后。虽然成功制止了这次暴行，但由于劫匪伤势过重，东哥再次因为过度执法被送上了热搜。可他看到后却并没有生气。아이고 괜찮아. 눈 가려가지고 난지 몰라. 에이 행님은 몸을 가려야 된다니까. 아니야 몰라. 就在几人谈笑之间，队长老崔面色凝重地走了进来。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任务，原来一个叫阿伟的海外逃犯，居然自己跑到越南大使馆投案自首。上头命令他们去将犯人引渡回国。一听要去海外办案，众人纷纷举手报名，谁也不想错过这种带薪旅行的机会。看到手下们一个个吊儿郎当，老崔忍不住起身大声训斥： 중학범 인계받으러 가는 거 아니야? 얼마나 중요한 일인데. 내가 할 거야. 얘랑. 잠깐만. 아이, 우리 둘이 가면 어떡해? 영어 할 줄 아는 사람이 가야지. 뭐 영어? 반장 영어 할 줄 알아? 나한테 지금 영어를 논하는 거야? 해봐. I like to order salad first, but no onion and no balsa vinegar. 됐어? 아 영어 잘하는구나. 그래. 어? 외국 나갈 때 나랑 같이 다니면 만사가 오케이야. 果不其然，一下飞机，2人就被扣在了机场。越南人根本听不懂老崔的泡菜英语，幸好当地使馆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，2人这才成功走出机场。很快，他们就在使馆里见到了阿伟。可当东哥问他为什么要自首时，阿伟却摆出了一副欠揍的模样，说是自己良心受到谴责，希望国家给他应有的惩罚。这可把东哥听笑了，看来不得不上点手段了。老崔立刻心领神会的用纸杯挡住了摄像头，还没等阿伟提出疑问，东哥一把就将他按到了桌上，把大拇指使劲往脖肉里戳。阿伟疼得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。这还没完，接着东哥死死地按住他的头，用拳头不停地猛砸桌面，刺耳的蜂鸣声瞬间在阿伟的耳窝里爆炸。体验到东哥的文明执法后，阿伟终于乖乖地开了口。原来1周之前，他和4个人策划了一起绑架案，将一个来越南旅游的富二代绑进了车里。可还没等他们拿到钱，富二代却趁机从车上逃了出去。虽然最终还是在芦苇丛中抓住了他，但这却惹恼了同伙里一个叫阿尚的男人，他连砍树刀直接就弄死了富二代，这顿时引起了另一个同伙的不满。明明说好的劫财，怎么还把人质给杀了？他大骂阿尚长了个猪脑袋。就在这时，阿尚的弟弟突然从身后刺了过来，接着对着他的脖子向右一划，直接就送他去见了阎王。现场立刻就安静下来。为了得到赎金，阿尚剁掉了富二代的手，然后连同护照拍了张照片发给了富二代的父亲。对方当天就按照阿尚的要求支付了赎金。可拿到钱后的阿尚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阿伟他们分这笔钱，他趁机杀死了阿伟的同伴。阿伟得知消息后，这才赶忙跑到大使馆投案自首，希望能回国保命。听说又牵扯到一起杀人案，这让本来想来度假的老崔不愿插手。可正义感爆棚的东哥怎么能放过这样的罪犯逍遥法外？按照阿伟的供述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阿尚的住所，可这里早已经楼去人空。经过4-5个小时的挖掘，终于发现了埋在后院的尸体。然而尸体的数量却大大超乎了他们的预料。没想到这个阿尚居然是一个连环绑架杀人案的凶手。就在这时，东哥突然接到了一个线人的电话，韩国最大的黑帮居然派人来到了越南，而且听说他们也在四处寻找这个叫阿尚的男人。还没等东哥问清楚状况，这时一个越南军官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他要求他们立刻停止在这里的非法调查行动。虽然老崔也不愿插手这个案，但为了韩国警察的尊严，他用英语和对方据理力争。可军官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一旁的越南人纷纷端起了枪，向来行事鲁莽的东哥此刻反倒异常冷静，他连忙拉开了激动的老崔。就在2人的调查陷入困境时，案子突然有了新的转机。 어떻게 잡을 건데? 어? 계획이라도 있어? 따라와.